4536251和弦进行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。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我如何才能够弹得更有味道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Jumbo Piano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视频的话，非常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学习即兴钢琴。我在这个频道里面呢，会分享各种各样的技巧、和弦进行的高级应用，还有如何有效的将和弦应用在即兴弹奏里面等等的话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会分享提升你的4536251的5种小技巧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小课程。这个今天的调性呢是 G 调。那么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，我们也有讲过 G 调的这个音阶呢是这样。这就是 G 调的音阶。那么 G 调里面的4536251的和弦进行呢，它是这样的：4级和弦 C 和弦，5级和弦 D 和弦，3级和弦 B minor 7和弦，6级和弦 E minor 和弦，2级和弦 A minor 和弦，5级和弦 D 和弦，最后回到 G 1级和弦。那么第一种的小技巧呢，就是在伴奏肢体里面呢，需要加入更多的变化。在之前呢，我们也有分享过呢注释和弦的几种伴奏肢体的变化。今天同样的，我只是做一些小小的分享，因为在之后的这些课程里面呢，会做更多的详细的讲解。那如果在注释和弦里面呢，我们通常是4/4拍这样弹，1、2、3、4， 5级和弦2、3、4， 3级和弦2、3、4， 6级和弦，2级和弦，5级和弦，1级和弦。如果是注释和弦的话，它确实会比较单调一些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伴奏肢体里面加入更多的变化的话，它会是这样。休止一下，也是休止一下。同样休止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弹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的伴奏肢体呢就会有更多的变化。那么在之后的课程里面呢，我会做更多的这些详细的讲解。那么第二种的小技巧呢，就是我们要学会在同样的和弦进行里面呢，用不同的音区来弹。譬如一开始呢，可以在高音区里面弹，跟着在特定和弦里面呢换成中音区。到了最后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低音区或者是倍低音区。譬如在高音区里面，我们可以弹4级和弦 C 和弦，5级和弦D 和弦，3级和弦 B minor 7和弦。好，到6级和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中音区里面弹1 minor 7和弦。跟着呢，再到2级和弦的时候，我们的左手呢已经开始到低音区里面弹了。好，5级和弦就在低音区，左手低音区，跟着右手在中音区，跟着最后1级和弦。好，我再弹一次，1级和弦 C， 5级和弦 D， 3级和弦 B minor 7， 6级和弦 E minor 7， 2级和弦 A minor 7， 5级和弦 D， 最后回到1级和弦 G。那么第三种的小技巧呢，就是我们在和弦里面呢要做一些变化，譬如我们可以用属七和弦 Dominant 7、Major 7大七和弦，或者是一些延伸和弦9音、11音、13音，或者是一些转位和弦 Inversion chords， 或者一些斜杠和弦 Slash chords。譬如4级和弦，我们可以用 C F9和弦，或者是 C Major 7和弦。5级和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弹。就是如果我们松开左手的话，那么它就是一个 D 和弦，但是我们的左手弹这个根音呢，它就是一个 C 和弦，所以就是 C on D。那么3级和弦 B minor 7，或者是这样
B minor 9和弦，这个是我也很喜欢用的一个和弦。跟着6级和弦，可以用 E minor 7和弦，或者是也是可以用这个 E minor 9和弦。好，2级和弦呢，这里我们可以用 A minor 9和弦，或者是我再加这样的一个低音，它成为一个 A minor 11和弦。那么2级和弦呢，这里呢我是用这样弹。那其实呢，如果我的左手呢是弹这个 D 和弦，那么右手这样弹 C E G 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一个 D 属11和弦，但只是我的左手呢弹的是151，所以它显示的是 D9 sus4 和弦。那最后回到 G 和弦 ，G 和弦这里呢可以用 G H9 和弦。好，那我再重新弹一遍 C H9 和弦，或者是 C major 7和弦。好，5级和弦 D/C 就是 C on D。B minor 7和弦 ，B minor 9和弦 ，E minor 9和弦 ，A minor 11和弦，这个其实就是 D 11和弦。G H9和弦。那么第4个小技巧呢，就是在弹完1级和弦，准备再继续弹4、5、3、6、2、5、1的4级和弦的中间呢，加入一些过渡和弦。那么这里呢，会分了2个小技巧。那这里的第1个小技巧呢，就是我们在弹1级和弦 G 和弦，跟着过渡到4级和弦 C 和弦中间呢，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和弦。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和弦呢？如果我们松开左手的话，我们的右手呢弹的是这样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D minor 7 fret 5，就 D 半减7和弦。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个 D 半减7和弦呢？因为当我们弹到 G 过渡到 C 和弦中间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可以以 G 作为一个调，那么呢，它的2、5音呢就是 A 跟着 D， 跟着最后回到 G。那其实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个 G 作为一个调的时候的这个5级和弦，就是 D minor 7 fret 5。那现在呢，我可以再弹一次，就是如何去巧妙运用这个5级和弦作为这个过渡和弦。看到没有？其实我的右手呢，就加一些这样的一个加花，跟着最后回到1级和弦。那么这里的第2个小技巧呢，就是当我们弹完1级和弦 G H9和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右手呢可以用6度音的方式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弹奏来推动情绪。那么它的这个6度音是怎么样弹的呢？那第1个6度音呢是 C A， 第2个6度音呢是 D B， 第3个6度音呢是 E C， 最后一个6度音呢是 F sharp 跟 D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弹。可以看到这个情绪的推动了吗？那我可以再重新的将这个4、5、3、6、2、5、1再弹一次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是怎么样。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6度音，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推动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在高音区里面再做这样的一个推动，可能最后回到4级跟5级和弦。那么第5种的小技巧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最后一种技巧的，就是当我们在弹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轻重，因为在轻重之间呢，就是我们情感的一个表达。比如当我们在高音区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力度可以轻一些。5级和弦，3级和弦，6级和弦重一些，再重一些，再重，
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会将这5种小技巧呢放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即兴弹奏还有哼唱上面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。都是那的路在联动，地上都着那的年的地动，地上的都是的真的的年的，天道上都是都是的，都是那的年的，至少都可能是能是个水多，地头上都是年的歌的电脑，都可能最不可能的，随您的手。如果大家能够掌握这5种的小技巧的话，我相信你的弹奏一定会有所提升。当然，在未来的课程里面，我会分享更多的有关和弦进行的小技巧。另外呢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观看我之前的这个4-5-3-6-2-5-1的5种必学的弹法，一定会对你的弹奏有更多的帮助，增添更多的变化。最后呢 Jimbo Piano 呢会继续的帮助大家提升钢琴即兴弹奏的学习兴趣，让大家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 Jimbo， 你们的钢琴即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